大家好，我是13。那我今天这集呢，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如何卖车才不会赔太多。我会这样讲，是因为我现在要买这台 Triumph 的 Street Triple R 675。那我现在要卖这台车，我就给大家看，说我怎么样做呢，可以让这台车就是卖出去的价格不会赔太多。因为大家要知道，摩托车呢，它是个 depreciating asset， 它不是一个投资。那我卖车的时候呢，我就是会以一个买家的姿态，然后去看说，我自己在找这台车的话，我想要什么样的车子，然后看看可以提出它最大的价值。那你可以看到我这台车几乎是原厂化了，排气管换回去了，然后后面土除加上手把镜，然后还有这个滑块，引擎滑块部分我拆掉了。那通常你在卖车的时候，这些零件，比如说你后土除啊，或是你的排气管啊，或者其他小小的配件，那都可以拆卖嘛。拆卖的话，当然就可以拿出更多的钱回来，你的改装品就不会觉得好像花下去就不见了一样。当然，很多人会觉得，也许那个手把镜配上去会更帅，但是因为手把镜是副厂的，所以我觉得副厂东西比较没有它的附加价值。当然是看什么副厂，有些是名牌的副厂，那不一定。但我那个是比较杂牌的副厂，所以我觉得没有附加价值，就换为原厂的后照镜。那其实我的快排也拆掉了，我留下的改装品呢，应该说是原厂升级套件啊，就是这原厂的防倒球，然后加上原厂的风镜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整体车子看起来其实卖相会比较好。那我觉得想买的人可能看到有做这些东西，会比都没有当然来得好，多点价值嘛。那相对的那些价钱其实虽然100多块钱，但我觉得一起卖这样子是比较好 package 啦。那现在这台车其实也没有破1万迈，因为我还有其他摩托车嘛，所以我互相骑的时候里程数其实没有很高，所以在二手市场啊，这台车里程数算是低的啦，所以第一个低里程数卖相就会比较好嘛。那如果你是高里程数的车子呢，也没有关系，你就价钱部分要去反映嘛，可能便宜一点，那才有人会买单啊。好，那我现在这台车呢，我开价呢，我也是开6500，那就是我买入的价格，但我这样开不是因为说我要卖这价格。那6500呢，是因为我看这附近的大概二手市场价格，在加州的话大概是这个行情。其实当初在购入 Daytona 的时候呢，就只能有一台 Triumph 啦。不过我就想跟老婆说，就是冬天卖的话呢，那价钱真的不好看，然后拿多一点钱回来，所以就等到夏天才卖车。那再来就是轮胎，轮胎的话，那因为通勤的关系，其实中间呢其实已经快磨到警示线了。那边边当然肉还蛮多的。我有跑过赛道，所以旁边当然会有跑过赛道，只是磨边边的痕迹嘛。那就轮胎来讲的话，我可以理解对方可能会跟我杀价，因为他可能觉得要换新轮胎啊或什么的，所以那部分都有杀价的空间。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啦，应该会底线应该是6000块钱美金。那这台车是2014年的 Street Triple R 嘛，那现在是2019年了，所以当时我1年半前买，然后到过来这边，叠价叠这样。如果说叠500块而已的话，加这些小配件配在一起，其实是没有很多。那我觉得如果6000以下的话，就自己心里就觉得有点低了啦。那我也已经贴上网，所以有几个买家已经陆续有联络我，他们会来看车，然后到时候我再跟大家说到底最后结果是怎么样，这台车大概卖多少钱。好啦，等一下有一个买家要过来看车，其实之前陆陆续续都有一些买家有跟我联络，不过有些人可能住太远啊，时间瞧不拢啊。所以坦白说，我也不知道这个买家会不会过来。等一下看看，也许就成交了，也许没有。Good to meet you. Nice meeting you. Oh, that's that street stop? Yep. Nice, nice. Yeah. Works well. It's just like a little more like cruiser things like that. I'm ready Yeah. for something. This is more sporty. Yeah. Totally. 然后他刚刚跟我杀价，直接杀到6000。哇，他说6000这样很低。所以我就开他底价，我就写6400，所以他要想想，那看看是不是下一个人咯。Nice. Is you right here too? No, I Ubered over. Oh, I see. Okay. Yeah, I figured that's the easiest way to get it. Do you mind if I go ahead and count it? Oh yeah, of course. Yeah. 62, right? Yep. 好了，那 Street Triple R 卖掉了。那最后是卖给就是之前也是骑 Triumph 的那位骑士。那他们说我卖这价钱是因为我也不想等了，因为卖车就是常常反反复复嘛，然后卖家会来询问来看。那我一开始是开6500嘛，所以我就变成是降了300块钱，然后卖给他。那
这样子呢，我就算给大家看，左边这样子，其实实际上的花费是多少。那好处就是因为我把所有的零件我都拆掉了，所以我之后采买的话呢，是还可以拿一点回来。那我是觉得这样卖车方式其实是不会亏太多啦。那其他拉出去的钱呢，就算作是使用费吧。当然，有时候你骑车呢，就只是想好好感受骑车的感觉，你不想这么斤斤计较，那也没问题，也没关系。那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想说要卖车，然后要特别去算。那坦白说，如果你是买新车的人，因为新车通常你要再卖的话，一定折价会折很多嘛。我比较觉得买新车也不用太就是心情不好说啊，你看现在卖车结果折太多，因为当初你买新车的时候呢，你已经有享受到那个骑新车第一时间骑到新车那个过程，那个感觉当然是无价的啦。好啦，那现在在编辑影片的时候呢，其实看到 Street Triple 啊，心里还是会有点想啦，因为我觉得那台毕竟是很棒的街车。不过就像我说的，我只能留一台 Triumph。Thanks. Three. Triple. Yeah. Yes. Yeah. Otherwise, it's gonna overheat. I know. I had a Kawasaki 3. I don't know what the displacement was, but it was faster than snot. The trouble is, it would seize up from heat. Ah, yeah. Gets way too hot. Yeah. 啊，那这算车卖掉了，675的精神一直都在。那当初就是因为想要延续675的精神，所以我才会选择这台仿赛。因为坦白说，我觉得我对三缸车的热情呢，其实也才刚开始而已。那等到之后呢，也许有可能会再入手其他三缸的街车，那也不一定哦。我们下次见，谢谢大家。